这一朵吧，就画这一朵。那我们还是要调这个底色，快没有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底色里面加一点这个太白加3绿。好，这个太白加3绿把它调和，调成这个纯牛奶状，不要调成酸奶状。那我们还是用一样的颜色来画，还是用这个3种颜色来画。我们先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颜色不要调太深了，颜色不要调太深。我们笔尖稍微蘸一点深的啊，我们现在画反瓣的时候，颜色我只调了这个玫瑰红，其他颜色都没有调，就调了这个玫瑰红。从这里开始画，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画就可以。先来画这个背面的这个反瓣，可以大一点哈。好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我们现在画反瓣的时候，目前只用了一个玫瑰红，其他颜色还没有用啊，其他颜色还没有用。
哎，颜色有一点没有调匀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颜色不调匀，画出来这个花瓣就不滋润哦，就不好看。好，一层一层的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我们画这种就很细致啦，刚刚那种我们是不是很随意？就是花瓣的组合就非常随意，这个就是完全两种画法。好，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。好，一层大一层小。好，一层一层的这个花瓣，一层一层的，每一层要有变化，不要都一样。画法的话，我们在分解的时候有分解花瓣，然后在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小。我们画法很自由，没有死板说你要怎么去画，就是要自由。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是要自由，自由的画，就是每一个我们画出来，只有自由的画，你画出来每一个花瓣才不一样，要有变化。你看每一层它都有这个变化，有一个大小的变化，还有这些缺口不要太圆了，我们不要把这个花瓣都画得太圆了，这个是我们注意的这个重点。那这个往里包的时候，这个是侧面的花瓣，这个在我们示范花瓣的时候就有很多哈，这种侧面的花瓣这样子来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让它有这种变化，这个边缘不要太圆了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边缘是比较零碎的，不要让它太圆了。这一个反瓣里面，反瓣的这旁边再加一些这种小的，
让小的里面有更小的，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这个才合理。我们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还有更小的，有窄的有宽的有小的有大的。我们的花心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安排好啊，花心在这个地方啊，花心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去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个叠加，里面再来一些这种小的反瓣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是搭架子，把所有的这种反瓣我们都把它画出来，一层一层的，当然每一层我们的有变化，有大小，有变化。这个现在是把这个所有的反瓣我们都把它画出来。画反瓣就是这一朵花，把这个它的这个架子先搭起来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些窄一点的、长一点的，让它有这种特别不一样的这种花瓣，很长的。在这个画面上就感觉它就是有一点硬，不要整朵花都是圆乎乎的。你看，如果说你把整朵花画的圆乎乎，它就像一朵这种浇花似的，它就没有这种生动的这种灵动感。我们要画出这种灵动感，它就要有变化。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变化啊，变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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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变万化。好，我们后面再来加一些啊。你看这个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我们笔要有起有落，有起有落，你才可以画出这种不同大小的这种缺口来。这些缺口它也是一个变化。我们一直在说画画就要画变化，你要注意大关系啊，注意大关系，不是说我要一笔笔的拿着你的手这样子去教你，我都有跟你们讲这种大关系，你们要注意的是大关系，而不是这种小的细节。小的细节我们就要把它颜色调好，这个就是小的细节，大关系才是最关键的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反瓣，我们这一次这个反瓣我们可以就画这么多啊，就画这么多，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加一点没有？啊，这里加一笔，好，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啊，补充里面的正瓣，我们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，从这里都可以。那么现在我们直接从这上面来开始补。那么画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就要调深一点哈，调饱满一些。这也是一个常规型的，它不会像昨天的那个就包得很厉害，就包得很严实。有一种包菜型就把心看不到了，我们昨天也是看得到心的，但是昨天确实是包起来。今天这个跟昨天那个还是有区别，今天这个更盛开一些，
更盛开一些，是常规型的，就没有包起来，是常规型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就要加水啦，就不要加这个这个底色，我们就加水，因为我们这个正半里面的颜色会稍微深一些，所以我们要加水，加水这个颜色才可以让这个颜色更加饱和，颜色才会更加鲜亮。加了水之后，我们笔上要多调一些颜色。现在我们画正半的时候，颜色调饱满啊，然后再调这个曙红，曙红也是一样的，要多调一点啊，调饱满一些，要舍得用颜料，颜色调饱满一些，它才会显得鲜亮好看。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画。笔尖补充颜色，像这些小的细节里面，我们都要去补充它的一个正半。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。好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瓣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，让它伸出来。补充颜色。好，我们的笔上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再加一点水分，加点水分进来。
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，来补充下面的这个花瓣，补充下面的这种这个深色的正瓣。显得里面很多层次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啊。好，再加一点颜色，我们可以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小花瓣里面穿插一个大花瓣，大中有小。我们大胆的去画，不要怕这个花型画的不好，刚开始画的时候就是大胆的画，后面我们再细心的去收拾。不管现在你看到它像不像花，但是我们会慢慢把它画的，慢慢把它变成花。像这个补正瓣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组合中就讲得非常仔细。就是正反瓣去补充反瓣的时候，就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，你看两个反瓣之间的这个最深的地方去补啊，直接这样反笔去补。你看这两个反瓣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尖都是这样子画的。那么补正瓣的时候，从这个最深的地方笔尖这是往上的，这样子画过来哈，就是反着方向来画过来的。好，这朵花它是中间比较深，然后外围的颜色比较浅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笔上要慢慢的让颜色浅下来，颜色慢慢的要浅，我们所以要把这个笔要稍微的去洗一下。好，这个底色有点沉淀，我们把它调一下，稍微的调一下。哎，这个笔上有红色，把这个红色调进来了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来调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我们在边上边围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其他颜色啊。我们加一点点朱砂，今天我们加一点朱砂进来，把外围这个临时加的，你们画的时候也可以临时去变化，可以去变化的啊。调一层朱砂，我们开始画外围的花瓣啊。调一层朱砂，薄薄的调一层朱砂，在这个笔的这个1/2的地方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。
玫瑰红也是可以调到笔的1/2，让这个玫瑰红和朱砂有一点混合，让它变成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颜色。笔尖上可以蘸一点点曙红啊，笔尖上的颜色是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。好，我们开始画这个外面这一层花瓣啊，开始画外面这一层花瓣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画一个。画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笔有点变化，有的时候停顿一下，不用一笔把它画过来。好，我们两笔来画完这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画往这边画的时候，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哈，稍微的深一点点，蘸一点点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调色大家不用担心，每一次我们特别是调色讲的特别仔细。好，这个花慢慢往外，不要画的太圆。你看我为什么笔有一些停顿，有一些动作，就不用让它太圆了，不用让它有一些这种碎的这种感觉，就是故意让它有一些碎的感觉，不要太整了。这样子这个画出来这个花它才会显得灵动好看。好，还是一样调一点朱砂。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笔尖可以来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是外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要有动作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画的时候不要一笔直接过来，我们就要慢慢的过来，让它这个花瓣不要太生硬，也不要太圆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，笔尖再稍微加一点点颜色。这个花我们让它大一点，这个花瓣。加一点点，笔尖加一点点颜色。那我们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大一点。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看这一个花瓣就直接过来了。好，有的地方我们还是一样，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，加一点点颜色。笔尖稍微有一点点深色。笔尖如果没有深色的话，你就两个花瓣之间的这种就分不出来了。好，这个花瓣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个还有
笔上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啊，蘸一点底色。啊，这一笔没有调好啊，笔尖不够深。就是我调色的时候，也不是说每次完全掌握好，就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调好，所以说调色大家要细心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每一次笔尖都补充一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我们下面这里先画这么多，待会儿我们再看需要加的时候再加。你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太多了的时候，啊，这个颜色太多了，你想调下一个颜色，你看一下我旁边是有一张废纸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可以把笔尖上的颜色划掉，哎，太多了，我们把它划掉，然后我们再去蘸底色，然后再去蘸底色，这样子笔就干净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先调一点朱砂啊。我们现在画后面这个大花瓣，我们调一点朱砂，把这个朱砂调上来啊，调上来，调到笔肚上的2/3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笔尖可以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就可以了。直接这样子过来啊，有点慢慢的过来，这个笔上都没有底色了，已经干了，过不来了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，这个大的就特别大，加点底色，然后再调颜色，还是一样，先调这个朱砂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。笔尖蘸一点胭脂，胭脂要慎用，不是说不用，胭脂要用，要慎用，不要用太多，不要调太多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一个花瓣，再补充一点颜色。这个大花瓣啊，这个是底下这个大花瓣，你看这里没有画到位的，我们在后面去把它补一下。
好，这里来一点，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个大花瓣，让它显得特别夸张的一个大花瓣。大的又让它很大很夸张。刚刚看到你觉得这个花型是不是很怪？到现在这个花型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大概的形状？这个调色是最关键的，调色是最关键的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好，调匀。我们刚刚回笔的时候，这个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，太深了一点点回笔。浅一点好，我们回笔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些家人我看到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回笔的时候，笔尖上的颜色太深了，这样去回就特别突兀，就特别奇怪。所以你回笔的时候要尽量少一点，你可以还是一样的准备一个废纸，旁边一个废纸太深了，你们直接就在废纸上，你看这样子画掉，这多简单，这样子画掉，你明白吗？要颜色一定要干净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画下面的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笔尖是在不停的补充颜色，你看一下为什么画的这么慢，就是每一步调色都是在直播间，也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每一步的都能看得清楚一点。你看这个花瓣平了，我们再加一点，就不要让这个花瓣太平了，这一撇平过来，这些都是细节啊，细节啊，这个外面还要加一层这个花瓣。加一层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这个底色已经没有了。看一下这个盘子里昨天剩下的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底色，我们加一点水把它调一下，用一下。这个深色的底色里面加了一点胭脂，你们加一点胭脂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啊。其实没有一定的个定数，就是说我这个底色里面加胭脂，你们是不是也一定要加呢？可以不加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不是说一定要一样。当然你要这个颜色的这种感觉，这种层次要一样啊，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层次要一样，你才能画出这种灵动感来。你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，就是没有说一定要用我一模一样的颜色去画。看一下这里来一个花瓣，
笔尖没有深色的不行哈，就混在一起。你看一下，有些家人说混在一起，那我刚刚现在这个笔尖没有深色，我画的时候它也会混在一起，所以笔尖要有深色，你现在就能分出。你看笔尖现在有深色，是不是能够分出这两个花瓣之间的这种感觉？所以我们又要补充一点，就是笔尖一定要有深色。笔尖再补充一点，可以补充一点胭脂，这个下面的花瓣让它黑一点。你看这一笔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调匀，看到没有？我也会没有调匀，调不匀颜色，这个不是说你们有这个问题，我也会有这个问题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是调颜色，就是无非一个细心一点、耐心一点，慢慢去调。都可以调匀的啊，只要你细心耐心慢慢的调都可以调匀。好，回一下笔，来看一下哪里再需要加一个花瓣。这里加一个花瓣，外面这里这一层，这个地方深一点啊，我们加深一点。加一点这个朱砂，加一点胭脂，让外面这一层这个花瓣稍微深一点。这个花它很圆，我们的这个的实物本身它也很圆，本身我们可以不用画那么圆，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它画圆了，已经画的特别圆了，圆就圆吧。这个花瓣我们让它再大一点吧。你们画的时候如果不想它太圆，这种花型它确实是比较圆一点啊，是比较圆一点，圆一点也没有关系啊。但是我没有说像一个特别圆就可以，
这种花心，偶尔你们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，肯定也会有一些圆一点的，这个没关系。当然尽量不要太圆啊。当你们画圆了，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，就让它圆着。像我现在，你们有什么提议，在我哪里加一个花瓣能加的话，我也加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哪里可以加了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啊，花心的地方，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这个胭脂把它画上。其实我们要想它不那么圆，我就把这个花瓣画得更大就可以，就这个花瓣让它更出来。就是我们这个花瓣虽然它很大，但是还是稍微小了一点。这两个花瓣哈，这个花瓣再大一点出来，然后这个花瓣也大一点出来，就可以了。但我们现在去加的话，不太好，有印子，会有印子，我们就这样子。来，我们画上花心。所以感谢每一位家人的支持。课程是永久回看，然后到200节的时候，预计到200节的时候会提。好，把花心画到这个位置啊。课程里面有60、70幅作品的示范啊，不是说6、7幅，是60、70幅作品的示范。大家都有没有看到？如果你们想要买课程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提出来，说要看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可以带你们参观。课程里面的内容的一部分作品现在已经挂在我的工作室了，挂在工作室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得到，让你们看得到，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这个课程，你们买的课程里面有哪一些这个作品的示范，当然只是一部分挂。好，我们画这个花心，花心我们画5组，花心我们也拉近一点镜头啊，给大家看。5组我们怎么分呢？一边一组，中间一组，下面2组，这样子去分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去分。哎呀，太湿了，一画上去就晕开了，有点湿哦。有点湿没有关系啊，就这样画。我画的时候，我就是喜欢把一个花头给画完它。确实有点湿，挺湿的。好，你看这个整齐的，我们让它很整齐。然后偶尔有这种跳出来的。好，然后这两边的花心往里。稍微的有一点动作，让它往里包。好，这一边也是往里。
好，我们这个花心5组啊。好，我们这里画一点点，少一点点这个花丝，稍微的少一点点。可以了，花心看得清楚吗？我是把这种就是快要枯萎的这种花，把它称作是皇冠花。你看它就像一个皇冠一样的，看没有？这个上面的它这个花心就像一个皇冠一样的。你看这还有几个特别好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？也特别好看的哦，真的。我们画这一朵哈，画这一朵。来，我们画一个皇冠型的。皇冠型的，我们首先画一个这个，先把它的花心画上啊。我们可以先画花心，也可以后画花心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后画花心吧，先画花。来，我们还是用这些颜色，颜色还是用这些，没有颜色再挤一点。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，再来一点藤黄。啊，我们再把这个上面加上一个朱砂啊，颜色里面我们加一个朱砂。好，我们来调色。这一个的花的话，颜色不需要调的太匀了，就随意的调一下就可以了，跟我们平时画的就不一样。平时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调的特别匀，我们这个颜色不需要调的太匀。这比较随意一点的哈。它这一朵花的话，我们颜色不需要把它调太匀了，明白吗？不用调的太匀。往左边来一点。不需要把颜色调的太匀了。然后这边上我们可以带一点点勾。颜色不需要调的太匀啊。笔上干了，我们直接蘸一点水，蘸一点水分。
也是一样有这种，也是一样这个龟裂啊，又有这种深浅的变化，颜色上要有这种深浅的变化，物象上也是要有这种虚实。笔上干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在这个水里面蘸一下就可以了，直接在水里面蘸一下就可以。对，让它破边。好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我们整个大型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在中间这细节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让这个白的，这个非白的不要太多，这也是让深的更深一点。这种浅浅的。好，我们让这个缺口不要太一样，大的小的，让它有大有小。这一块这么多缺口，我们就让这一块就让它平一点，直接让它平一点。稍微的去调整。这些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让它更深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用画花心，画花心用这个三绿调一点，三绿调这个藤黄，三绿调藤黄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，来画出它的这个皇冠。
好，三绿太少了一点啊，三绿太少了，再来一点三绿。三绿藤黄，让它颜色厚重一点，因为我们要覆盖，要让它颜色厚，让它有覆盖力。好，我们再用胭脂，提显这个花心上的这个皇冠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，为什么叫它皇冠形？这个就是这个花的这个特点，它这个上面这个花心到最后就像一个皇冠一样，就像一个皇冠伸出来，有一些可能长得更长一点。你可以夸张一点哈，可以夸张。本身不想那么夸张，但是最后我们可以为了画面感，我们可以夸张，然后我们再画上它的花心，画上它的花心和花丝。那我们花心我们可以用这个胭脂，用这个勾线笔，我们换一支勾线笔。这种花心也很关键，花心画好了，它整朵花会显得更加好看。有点湿了，太湿了，我们要干一点画。太湿了，还是要等它干一点才好。本身要干一点画就很好了，这个现在真的是太湿了，有点不好画，画的就在一起了。要干一点哦。要等这个画面干了，然后我们再去画这个花心，稍微的干一点点。好，现在也可以了，现在也差不多，没有干也可以画。这个花心稍微的往里勾一点，也要让它有变化一点。
这个花心不要太整齐，要有这种变化。好，我们可以再扫一下。另外一只小的。好，这个这个丝这里，我们再扫一点点这个藤黄。其实用胭脂画了的啊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再扫一点点。不要扫太多了，因为这个丝，这个后面这个丝我们已经用胭脂画过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个花心就可以了，这朵花也可以了。